我今年26岁，就已经很明确一件事情，很多东西我已经没那么想要拥有了。我曾经看到有人留言说我年纪轻轻就能活得如此通透，每次看到这种留言都会愣一下，感到有点心虚。不是因为我变得有多成熟，也不是个活得有多清醒的人。我也迷恋过物质，踩过不少坑，也做过一些当下觉得很对，回头看却很傻的选择。也正因为我曾经拥有过、用过和追求过，最后才发现原来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以前不是我在消耗物品，而是物品在反过来消耗我。它消耗的不只是钱，还有时间、精力和我对生活的耐心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想把我这几年的心态变化完整的讲出来，让一直关注我和最近新关注我的朋友们能多多了解我。当然我也很清楚，看我视频的朋友们人生经历可能比我丰富的很多，走过的路也比我长，只是从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来说，能分享的也只是我当下所经历和所收获到的感悟。我一直对于买东西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很矛盾的。一方面呢，我从小就是穿亲戚家孩子的二手衣服长大，东西要用到很久才换，衣服穿旧了继续缝缝补补，鞋子穿到磨底了才会换新的。这种习惯会让我潜移默化的认为，只要东西还能继续用，能节省一点是一点。可另一方面，当我开始赚钱了，从拿到零花钱到毕业工作拿到稳定的收入那一刻起，彻底让我打开了物欲的世界。原来我想要的东西可以自己解决，不用再等它坏掉，也不用再穿二手衣服了。我那段时间买东西呢是有固定的节奏，每个周末买一支新口红。那对于当时在赚零花钱的我，一支口红价格在2015到2016的时间段里$40左右，也相当于我工作半天的钱了。虽然每一支单独拿出来算呢都不是什么夸张的消费，可当我把买过的这30多支口红加在一起，都是很大笔的消费。以前的我会觉得只要每次出新色就必须要拥有，这类的消费啊，往往都不是我真的缺什么，而是终于可以拥有它了。那我曾经呢也犯过很多消费的错误，比如不太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风格，就跟着当时的审美去乱买衣服。衣服本身啊没问题，只是它穿在别人身上比我会更好看。很多服饰类的物品都是盲买乱买，只要是在能支付得起的前提下，几乎不会考虑以后的问题。还买过好几组那种美甲贴片，只戴过2、3次后来是太懒了，不想折腾。这类的消费就是源自于我对自己心里没有点数，以为会喜欢，会去使用，最后找各种理由将它闲置。我还买过一只黑色编织包，好看是好看，可这肩带长度不适合我。当时的脑子呢会自动把这些缺点给屏蔽掉，我只看得到它好不好看，设计够不够特别，而看不到它在我生活中有没有起到实际作用。所以说女人啊，千万不要在家闲，因为闲了就会买很多东西。你们看这些东西呢，只会跟着我拖着1年又1年，最后不管是卖掉也好，送人也好，总之啊，就得把这笔拖延的成本给处理掉。现在回头看，我当然会为那些错误的消费感到后悔，毕竟买了那么多不实用的东西，本质上也是在变相的浪费钱。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过冲动消费，我大概率不会这么早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，也不会开始学着珍惜留下来的每件物品。所以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，他们更像是用钱换来的认知，也让我之后的每次选择都变得更加理性。如果要说起为什么我能把生活过得简单，这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的生活环境一直在移动。从上大学就开始选择离家几小时车程的学校，每年换一次公寓，再到毕业后找工作换城市，后来还经历过一次跨州搬家。我的频道曾经还发过几期我只带一个背包去旅行，时间长达有1个月到2个月内。这些经历都在不断逼着我反复筛选物品，什么能留下，
下，什么必须放手。每一次搬家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现实的打击，一开始确实会心软，也会对物品感到不舍。我和朋友曾经还租过 U-Haul 来搬家，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大概要开4个小时，然后自己搬运和拆卸大型家具，还得提前和公寓预约好要使用货梯去搬家具，那个过道又窄又小的，只能一点点移动，这手臂都砍酸了，汗流浃背的，这一天都还没弄完。甚至还住过 townhouse， 那个简直真的把家具从楼梯上搬上去是非常吃力的。等全部搬进房子里了，你还要花时间组装、拆卸和拆箱子，整套流程下来，快则3-4天，慢则2到3个星期。你可能会疑惑了，为什么我不找人帮忙？现实是，并不是每一次搬家都有家人和朋友陪你一起，那么再加上搬家的人工费真的不便宜，所以很多事情算下来，只要自己能独立完成的都是自己在做。也正是在这种每次都被搬家的过程累到不行，我才开始对拥有这件事产生非常直观的感受。每多一件东西就意味着多一次搬运，多一笔运费，多花点精力和时间。每次的搬家都要丢掉一些东西，再去买，继续在下一次搬家的时候重复同样的事情。到最后我真的已经对物品产生了疲惫感，一旦东西变多了之后，我就会感到焦虑，然后默默地叹口气。第二个对我影响很大是我走过的一些国家。大家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当时听着觉得有那么神奇吗？直到我真的走出去，去到南美，去到中东，还去到埃及，其中在巴西的时候就走进过当地的贫民窟，在埃及也接触过当地的民宿老板一家人，看到他们每天是怎么过日子，这种给我带来的冲击是一种很直接的对比。我就会去想，自己之前对物品的执着更多来自于环境太安逸了，选择也太多了。这也是现代人的烦恼，不是东西不够多，而是我们的选择多到让人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。你会为了一个颜色纠结半天，为了一点小升级反复对比型号。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，我对和别人做比较的这件事情变得没有那么敏感。以前就真的很容易下意识对比别人过得怎么样，用的什么牌子，生活是不是比自己更好。现在发现他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有些人的生活条件很有限，但是过得很充足；有些人东西多到放不下，依旧还觉得不够用。在其他地方，大家想的都是今天的事情怎么解决，日子怎么过，而不是说东西要买的有多好。到了我目前的这个阶段里，对花钱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，不会特别高兴，也不会很纠结。现在会把钱放在以下的这几点上。第一类呢是身体健康有关的支出，我不是在追求什么极端的生活方式，而是只要身体不舒服，其他事情都会被跟着拖累。第二类呢是出行体验和提升舒适度，比如在酒店的选择上，只要价格符合我心里认为它是合理的数字，我是愿意住得舒服，睡得安稳一点。另外是体验感上的消费，比如能少排队的项目，能提前安排好的交通，或者是那种不用我一直担心下一步该去哪儿、该怎么走的行程。这样的钱呢是花在减少焦虑上的。我之前呢做过几期视频，会讲得更加详细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相信听我说了那么多话，也许还会有人在心里想，小陈，你这不就是虚伪吗？怎么可能不爱花钱呢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1分钱都不会花，因为喜欢花钱，本能被好看的东西所吸引，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啊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并不会否认，可这区别在于，喜欢并不等于要拥有，再有想买的，也不代表这一笔钱要花下去。我还是会被某些东西所吸引，也短暂的心动过。就好比我背景这一只一直陪伴我的星星人，如果按照理性消费的角度来说，我的生活不应该出现任何的玩偶，但是这只星星人意义对我非常的大，所以我就一直摆在这儿。就像在生活中被某个男生所吸引，难道就必须要跟他在一起吗？他的性格、背景和相处方式都不符合我对一段长期关系的标准。那么反过来说，一件东西好不好看，会不会让我心动，只能说明它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他进入我生活的理由。
比如首饰这一类，特别是 K 金和足金的首饰，我依旧还是很喜欢，也愿意花钱。但我也很清楚自己的使用习惯，不管首饰有多少，90%的时间呢，我都是会戴固定的同一条。所以当数量一旦变多，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选择，而是犹豫和管理成本。我也知道有些人买黄金是为了收藏，或者当成一种投资。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现在更多是以它是否会被我频繁使用作为前提。要是我们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来看，一旦投资成为消费的主要理由，就很容易买着买着，连自己到底会不会用都不会再去想。在这一点上，仅对我个人来说，是先尊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它的使用频率，再去考虑其他的附加价值。到视频的最后呢，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开始重新看待消费的阶段，我希望这期视频能给你提供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种思路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